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好，我们要来关心到国际的讯息了，也就是现在日本这边哦，当然对于美中之间的状态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警戒，而且非常的关心。我们来看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最近对于川普G2说有什么回应哦？他认为美中的关系稳定哦，对国际社会非常的重要。不过美日哦有坚强稳固的互信关系哦，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日方希望敦促中方要履行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责任。好，这句话其实有一些弦外之音哦，等一下这个老师们可以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但是要看到哦，东京空域哦，大部分其实都是美国管辖的，好，连日本的精英都不知道。好，这美国管辖的地方在哪里哦？包含的是东京西郊有一个美国横田空军基地，那其上的空域哦，大部分不归日本，而是美军在管理。也就是说，横田空域好，据称面积哦是达到了2万平方公里，这没有事先经过美军的允许哦，谁都不能私自的飞进到这个空域的范围。好，另外我们看到了高市早苗部分，因为之前他说这台湾有事会牵动到这个集体的自卫权这部分哦，大家说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计算，也就是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要害，所以日本哦有90%以上的能源都是依赖进口。多数的航线都必须要经过台海的周边，一旦台海紧张，就算没有开战，只要航道受阻，日本的能源跟供应链就会立刻陷入到危机。那再加上美日安保，所以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哦，这看起来不是用友谊来包装而已，眼下子哦有结构跟利益的问题。好，那当事人高市这个谬论哦也群起讨论，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他的说法其实触动了很多敏感的神经啊，包含日本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中国现在反将一军，我们来看哦，这不是只是高市说错一句话，其实哦中方认为哦是挑战了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公告确立的战后秩序，那中国借机也把日本拉回了战后秩序的被监管者的位置，那让全世界重新检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好，那当然也有这个人民日报说，终身所谓的日本台湾未定论啊，是对历史的无知以及现实的误判。我们看他报道里头讲分析说，这80年前中国有能力打败日本的军国主义，那今天哦是更充分有信心的挫败干涉中国内政的任何图谋。在台湾的问题上面负有严重历史罪责的日本哦，应该要谨言慎行，而且要深刻的反省历史，停止在台湾问题上面有任何的挑衅行为，以免重蹈覆辙。好，所以我们也看到百度热搜的第4名哦，就是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说这是跨越10年的阳谋。好，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他的内文讲说啊，这场再武装日本的阴谋是不是正在重启？那就讲到安倍开路，高市接棒。好，日本右倾化不是个人选择，而是这个是10年酝酿的国家战略转向，说正把日本从和平国家的位置推向了军事正常国。好，那当然也看到头条热榜哦，第一是日本官方发布了高市的名场面。好，那这名场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跟下面这几张图有关哦。大家可以看到，这高市哦，之前到这个国际场合的时候，有这种笑啊，或是握手啊，或是到旁边啊，像是这个推椅子啊，这个滑椅子、搂肩、扇纸片哦。那这个部分叫做名场面，但是网友说，官方你真的不是黑粉吗？因为这些照片全部都是官方公布的哦。好，那日本首相把这些名场面公之于众，好像在给自己跟自己编戏啊。有人甚至调侃说，这官邸是在为高市宣传吗？怎么反而好像是把原本平常的互动放大成一个话题？那尤其这几张照片哦，有不少的网友看了之后觉得，这高市并没有特别的美丽呀，这官方发这照片哦，怎么感觉没有把高市这种
这个女性的柔美啊，或是女性的这个漂亮给摆上这个照片上，所以才会有人认为你是不是黑粉？好，那我们再要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啊，因为这一次就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紧绷其实也确实引发了国内蛮多人的紧张。尤其我们看日本政界人士这是前参议院的议员细树庆子他认为说日本已经高度的依赖中国，那本来应该是透过友好的关系来维持贸易，来实现双边的双赢。好，那说这才是首相真正的职责。但是高市目前的言论已经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冲击，所以他则是呼吁说，这高市早苗你应该尽快的撤回错误的言论让日本的经济不要再这么余波荡漾。好，那现在日本的状况到底如何说房价是年收入10倍，那日本人自宅住宅的这个梦破碎这是日本经济新闻自己写的说日本现在因房价暴涨，薪资停滞，而且海外资金涌入普通人已经买不起城市中心的房子，所以让日本买房梦是正式破碎。那我们再看到大阪观光局也特别讲到现在中日关系恶化有很多的这个观光的酒店都取消了读卖新闻是拿出数据说这个从11月29号开始，神户机场跟南京之间的国际包机航班已经暂停4个月。那日中航线的航班减少跟取消的现象也变得相当普遍所以截至12月底就是今年底，那这个酒店取消率是高达70%，真的是蛮高的所以也让很多这个日本的观旅行业的这些人觉得很难生活。好，那大阪观光局这边是根据调查取消是50到70%，说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建立一个能够利用其他市场弥补中国市场下滑的体制。好，所以不是看到我们的这个赖总统赖嫂嘛有说要到日本去，那这个台湾的市场能跟中国大陆的市场相比吗？这量体差蛮大的好，那也看到台前台后不一样吗？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司长之前不是看到他跟这个日方的谈的话这个插口袋大家说很强硬，结果呢在会后他有去大连去大连干嘛？我们来看这个就叫刘劲松是中方的这部分前往了日系大型企业在大连市的据点，还向企业负责人了解在中国的业务情况。那在视察结束时双方还互相的拥抱，营造友好气氛。那至于日中关系恶化未来是不是会波及制造业，目前仍然是非常难预料的。好，那我们还是一开头就是 G2 的这个回应。我们看到日本外相说美中的稳定蛮重要的，我们先问赖老师。美中的稳定当然很重要，因为这一次高市早苗确实有压力因为川普为什么会先打电话给习近平，然后之后再打电话给这个高市早苗，那他就是要了解中国的态度，掌握住中国的态度之后，他就有所行动了嘛。那当然他清楚的知道大陆的态度是很清楚了，他马上就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传达的讯息其实就很明白，也就是说你要缓和这个局势，你要收敛一点。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表明清楚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讲，他绝对不愿意中日的关系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你高市你不能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破坏者、麻烦制造者。我觉得这个对于高市早苗来讲，他们是有压力的但是如果你问说，那日本的国内的政党呢？日本国内的政党，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有4个政党他们是反对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说，他们认为应该要撤回但是问题是，其他的政党都是支持高市早苗，说你根本不需要收回，你要继续干下去。也就是右翼的政党都支持高市早苗。目前来讲，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高70%左右而且呢，对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主张已经破了50%了，过去就48%，现在已经到50多，都支持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个显示出一个什么问题呢？显示出就是日本的这个长期的右派的执政的情形下，他们的这个教育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日本的他们的父执辈他们干了什么事情，他们侵略亚洲，他们发动战争，
他们战败，他们无条件投降，他们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这个事，他们绝大部分都不知道日本人在侵略亚洲的时候，他所犯的罪是违反人类战争罪，他们都不知道。所以由于他们都不知道的情形下，他们不认为日本有错，而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借这个机会来给日本施加压力，这就是日本的国内教育所产生来的副作用，而这个会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它激起中国大陆的一个决心跟做法，就是说，那必须要给他一个教训了。这个教训就不会只是在于经济、外交、政治，还包括军事的教训在里面。好，亮哥你怎么看？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日本的年轻一代不只是对二战不一定了解啦，连高市早苗在干嘛，他们都不一定知道了。那他就是瞎挺哦。他就是反中啦。其实他就不喜欢中国强势啦。其实广义就是这样啦。其实韩国现在也是这样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经济不好都怪罪到中国。所以我觉得是广义的反中啊。其实韩国更严重，韩国到处都是标语。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国际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办法了。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实际上现在已经扯到2个问题了，不是只有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包括他想要恢复旧金山合约嘞，说台湾地位未定所以中国大陆是更火大。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就是上纲到联合国宪章了啦，那要求五常要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这个二战胜利成果要做确认。昨天他们也打电话给法国总统的首席顾问嘛，那基本上也表态了。目前只有英国讲话比较暧昧，可是基本上五常，你有没有发现这次高市早苗这个事件 ，G7 另外的6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挺高市早苗，没有即便是德国、意大利是轴心国的成员，没有人支持高市早苗啊。所以我认为这种东西你也不要认为会很快会有结果了就中国大陆已经布这个阵了，五常表态了 ，G7 没有人挺高市早苗那接下来就是硬碰硬了。比如说你要在琉球要布置飞弹，你怎么会有这个权利呢？你连行政管辖权都是非法取得更不要讲主权那美军那就算了，你日本怎么会有权利在琉球群岛布置飞弹如果日本真的干，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坦白讲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有大动作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在质疑这个问题了，就是连1972年美国把琉球的管辖权交给你都是非法的，那你更没有逻辑，你有什么立场来布置飞弹那另外就是我认为会有一些军事上的动作啦，比如说钓鱼岛，中国大陆开出4艘海警船你确定有离开吗？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2个礼拜没有看到钓鱼岛的新闻为什么没有新闻？因为日本海巡船不敢靠近所以没有画面。那最近他不是派了一个无人机 MQ-9B 想要去拍画面结果回去的路上离奇坠毁。你认为这个是不是某种军事的行为已经在酝酿了不然我难以想象为什么钓鱼岛都没有新闻呢？如果中国大陆那4艘海警船不离开，那日本怎么办？因为这个还没有成为新闻这个只要成为新闻，我跟你讲就是轩然大波。那日本内部，所以我是觉得它还有很多的事件即将要浮出台面国际冲突你不要去看民调了，那没有意义的了泽连斯基民调93对啊，现在呢小马可仕民调也一度都是65现在呢
所以看民调没有用啊。好，所以等于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哦，不是这几天没有新闻就没事哦，其实它可能还有后续更大的波澜在后头。何谦教授，是这个到底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对日本的观光抵制啊，对日本经济影响几何？当然，日本的业界还在争论。但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啊，从今年1月到10月，日本的外国观光客总共有超过3500万人，那其中大陆是最多的，大陆有超过800万人次的游客到日本去旅游，是今年1到10月。但是呢，这个从喊停之后啊，现在这个已经12月原本要直飞的中日之间的航班有900多个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总共有15.9万个座位被取消了，所以这个还在慢慢的发酵之中。那日本的业界现在最担心的其实是到明年2月，就中国农历春节的时候，其实是一年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啊，大陆跟包括两岸其实都是啊，到日本旅游的旺季。那如果明年2月这个档期没有办法补上来，到现在还有3个月的时间，那中日之间没有办法缓和，或者是没有办法慢慢这个关系的下坠筑底的话，那其实这可能会给日本的整体的消费带来一个相当的影响。但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中日之间的对峙，从原本的外交战到上个礼拜慢慢扩大到民间的交流，纷纷喊卡。那下一步，日本现在经济界非常担心的是，会不会上升变成经贸战或贸易战？像包括之前中国大陆跟美国在对垒的时候所使出的一些招数，包括稀土的长臂管辖，包括这个每一艘船大概要多征几百万元的这个港口费的费用，会不会也施加到日本的身上？那现在这是日本企业相对关注的。如果大陆采取了这个措施，那可能日本也必须去反制。那按照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啊，目前这个高度在经贸，而且很多在关键原物料上高度互赖的这个情势下，其实这是一个七伤拳。那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到23年，那时候日韩之间也因为历史的这个问题因为历史的问题啊，爆发了日韩之间长达4年的一个贸易战。那个时候，日本就对韩国使出了一些半导体制程当中的关键原物料的禁令啊，包括当时的蚀刻性的矽体，还有一个光学的显影剂，那都等于说管制向韩国出口。那日本敢不敢对中国大陆使出这一招呢？那这个其实现在也很难说啊。所以我想刚刚主持人也说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的亚洲司长刘劲松，那前几天被日本这个媒体报道说，他去大连去探望这些在大连的日企。那其实我觉得也是大陆去试图把高市早苗还有他的右翼政权跟日本经济界分开来啊，这个分别处理的一种策略。毕竟就像其实两岸之间常常每次一有争斗的时候，大家说大陆要不要断 ECFA，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一下子上升到经贸战的话，可能会亲痛仇快，它伤害的可能是首先那些最拉近中日关系的经济界的群体。那我想大陆也还在斟酌这个事情。好，所以这件事情就很复杂嘛，但是对非常复杂，而且可能牵动就是日本的国内有一些民众之后会不会因此痛到之后有一些反弹，好，也是要再观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持续来关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在军费上面也提高了首先是看到他的补充预算案创新高渴望实现防卫费达到 GDP 的2%这是日本内阁批准2025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达到18.3兆日元，那创了补充预算的一个新高。如果预算案顺利的获得了国会的通过，就可以让这个高市早苗政府提前实现国防预算达到 GDP 2%的目标。好，日本政府之前就已经先计划说，在2027年度要把防卫的相关费用增加到 GDP 的2%。那高市就任之后就说，这个推动提前到今年度要达标。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日本的做法其实跟台湾也蛮类似的好像很有既视感。那当然有人认为这个高市提高军费就是为了讨好川普。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补充预算档案中日本防卫省要推动是筹获03式中程防空飞弹的改良型，好，将日本航空自卫队移动警戒队的机动雷达部队，好，要布置到的这个冲绳县最东端的北大东岛等等。好，那也看到日本年度的防卫补充费已经看了上新高嘛，那和平国家的状态很担心会变质，就有担忧。好，这是日本学者说高市的
安保政策，包含进一步的提高防卫开支，那大幅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那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状态现在进一步变质了，令人强烈的担忧。所以对日本的经济来说，超过10兆日元的防卫开支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那日本学者认为这个高市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罔顾民生。好，那目前看到日本跟美国的方面，而且还有这个军事正在加大力道的筹备当中，也要看到美国跟印太盟友因为像是日纽防长，也就是小泉进次郎，是希望在12月中要跟这个纽防长柯林斯来会谈，就考虑到了在印太地区加强活动的中国。好，那两防长是力争要强化来进行合作。那共同社也特别讲到说，日方已经跟菲律宾政府进行磋商，菲律宾有意要购买日制的03式防空飞弹，说一旦成真预料这会是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日本杀伤性武器出口的一个先例。不过日本的相关人士说，哪一些的军事用品可以出口，其实是由首相主持国安会议决定。那防卫党认为这个过程不用经过国会，就会缺乏适当的讨论。那我们再看到美日印澳这个马拉巴尔关岛合体也就是一个军演。好，那这个韩国的潜舰也同步加入了反潜操演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就是联合军演的一个图片。那这是这4个国家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他们在关岛周边举行了第29届的马拉巴尔的联合军演。南韩海军潜舰也抵达到了关岛。跟美军展开了代号沉默鲨鱼的反潜作战演习。所以现在在海上的这个部分也是蛮多人关心的，因为像是美国的航舰林肯号，它是打破了岁修的周期，因为尼米兹这边服完役了要走了，所以美国为了维持印太地区的优势跟兵力，那美国海军打破常规部署的模式，像是林肯号现在已经在前往太平洋执行部署任务，那距离这个舰上一次结束部署返港其实不到1年所以这个时间比较短了，所以大家才说它是打破了岁修的周期。那澳洲智库则说，解放军空海战力现在大幅提升，那美军的印太优势缩减到只剩2/3，那因此也是蛮多人对于现在在印太地区这美国方面、美军方面的力量感觉有越来越缩小的趋势。好，那中俄当然就是步步威逼嘛，我们看到了解放军 PHL 的03火箭炮命中说150公里外海的一个移动目标，那他们说现在是中国夺岛的一个最新利器，那这叫做陆基火箭炮它能够威胁距离超过100公里甚至可能多达到300公里。好，那在海上移动的水面舰艇其实都可以被它精准的掌握，而且精准的击中，这就显示它具备对船只的攻击能力。好，那也显示这类原本只被视为是陆上目标攻击的陆基火箭炮，正被纳入反舰作战、还有夺岛作战、还有斩首式打击的任务当中。所以大家就说，现在解放军的这款陆基火箭炮其实还蛮有它的威慑力的。好，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有一家大型的无人机零件供应商的所有者已经入股了俄罗斯主要的无人机制造商，2023年就持有商业的采购记录，也凸显中俄的军工企业合作正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好，那这俄罗斯明年的军费来看非常的多，是12.9兆卢布，好，约台币5.3兆元。好，国防经费合计达到16.8兆的卢布，相当于是俄罗斯的 GDP 7%。好，主要原因当然也是因为目前乌俄战争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大家也很关心俄罗斯明年的军费。好，刚开始我们讲到了高市他也跟我们这个赖总统一样这个 GDP 国防部分一直往上升。先问亮哥，没有日本事实上现在的军费就是 GDP 1.7% 嘛，所以其实增幅没有很大0.3。对啦，那主要是因为它的 GDP 很大嘛，它 GDP 是5兆美元，所以2%就是1000亿美金相当大了，相当大俄罗斯去年就6.5了，所以你说明年增加到7%，它是暂时那我如果讲乌克兰，你不是吓到跌下来了？乌克兰去年是22%的
的 GDP， 好，跌下来，你就知道很夸张弱方。我讲白了啦，乌克兰的全部的预算都在战争了，他的民生预算是北约支持的啦，他根本就已经没有钱了啦。你用 GDP 算，2024年是22%，你这个国家还怎么办？哇！所以日本虽然只是简单的2%，可是它总额很大，所以1000亿美金确实可以做很多事了。我们说实在话啊，那而且日本主要就是美国要放手让它做到哪里嘛，不然基本上以它的科技力，它要发展很多军武，它都做得出来。实际上2战的时候，它就有零式战机啦，它有那么多航母，对不对？如果美国要放手，可是美国不会放手的，因为战斗机的利润很高所以我一定要你买我的 F-35 啊。所以，可是这个就是日美的一个安保的一个体系啦，所以他也要想方设法从军工产业里面赚钱啊。那因为很多不能自用啊，所以就开始出口啊。所以为什么他要放松出口？就是他的军工产业要赚钱啊。所以我跟你讲，它逐渐的就会变成一个军工的复合体啦，这个是无法阻止的啦。可是这个一定会引起中国的警戒啦。中国大陆现在的国防预算占 GDP 只有 1.5%，中国大陆如果再增加个0.1， 18兆的0.1，就是1800亿耶。所以我跟你讲，那个稍微增加一点都很大了所以你要不要来玩这个游戏啊？所以我就是说，基本上我说错了，180亿了，就是增加0.1就180亿啊，那钱也很大啊。所以我是觉得中日要不要展开军备竞赛？可是我觉得日本刹不住车，因为这个不是只有高市早苗的意见，从安倍2015年以来，建军计划就是这样。好，我们接着温赖老师。日本原本在石破茂的时候，他们的防卫预算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下一定要增加到2%那他的原本的规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完成，是一步一步走，提早。对，那为什么他突然间提早要在今年完成，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川普的那通电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那也就是说，对安倍对高市来讲，怎么样去抓住这个川普？他认为川普是唯利是图。所以他把防卫预算突然间增那么大，我觉得会有2块会吸引川普的兴趣。第一块就是增加驻日美军的军费，因为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就跟日本要求要再增加1倍的驻日美军，要20亿美元以上。那当时安倍就想方设法用尽各种陪他打高尔夫球啦，连滚带爬的帮他捡高尔夫球啦，然后露出那个丑态啦，百般的讨好。后来川普最后还是就是只增加10亿美元，那但是对川普来讲20亿美元他想要，那你要怎么样要到增加国防预算嘛？所以我觉得当高市早苗增加这个国防预算特别预算的时候，那我觉得他就暗示了川普就是说我们可以交易我可以跟你驻日美军的费用再增加，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军事采购部分可以再增加，这个对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他所养的那些参议员、众议员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那如果一旦这些人认为说日本可以再跟他们多购买武器装备的话，他们也可能可以影响川普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是高市早苗目前在经济国防这个部分，他一直在争取、在抓这个美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他就一直在去针对性中国，然后去想办法去破坏中国的一些关系。例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一届的纽西兰的政府跟中国的关系比较紧张，所以你会看到他强化跟纽西兰之间的防御的关系，然后来牵制中国大陆在纽西兰、澳大利亚。因为大陆目前的做法就是说，当你纽西兰、澳大利亚你的军舰到台湾海峡来，中国就会在你这个地方来进行军演。那他的目的就是强化这个纽西兰，还有就是把034给菲律宾，034给菲律宾对于中国大陆的飞行器会有构成威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能够让大陆不愉快的事，他继续干，然后一方面就装的说，哎，我们还可以沟通，这就是日本人的两面性。何清老师怎么看？是，我觉得与其说高市早苗是不是趁机在讨好川普，我觉得倒不如说是他在利用川普这种要求所有的盟友都来提高军费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来遂行他啊，包括他代表的整个日本右翼啊，长期以来希望日本能够强军扩武，然后呢打破这个和平国家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锁链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高市在10月24号啊，他刚刚就任，然后他这个在国会做施政报告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现在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啊，受到了因为这个强权权力平衡的变动，受到了剧烈的摇晃，而且他特别点名俄罗斯、中国大陆跟朝鲜的动作，都引发了日本的严峻的焦虑。那在这样的铺陈之下呢，他就去做很多，包括这个昨天11月30号啊，朝日新闻啊，日本比较偏左派的主流媒体，他就发表了一篇社论，他就批评高市上任这1个多月以来啊，已经露出了3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苗头。第一步呢，是要去进一步增加军费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了，提前2年日本的财务就原本是2027年财年要达到防务费达到这个 GDP 2%的这个目标，那现在2025年财年就已经达到了，日本的军费今年到就通过刚刚这个昨天增加的这个追加预算，它就达到了11兆日元，大概是2.2兆的台币。那第二步呢，是要大幅放宽武器输出的限制。那过去因为日本这个2战后的历史啊，日本跟德国一样，对于自己工业能做的军品的出口是有很多的这个前提条件的。过去日本的军品出口只限于包括能用在救援啊、运输啊、警戒、监视、扫雷这些被动性的、非攻击性的用途。但是刚刚我们听到了，就说日本已经确定要向这个菲律宾出口034的这个地对空导弹。那同时在8月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日媒的消息啊，就日本可能要向菲律宾出口6艘的护卫舰，还有跟这个英国啊、意大利啊来共同研发次世代的战机。那种种的这个做法，其实都有很大的苗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努力的要变成一个武器的出口国，甚至如果按照这个美国爱用的话来说，可能变成东亚的所谓民主国家或亲西方国家的一个军火库。那我想这个是高市早苗以及他的执政伙伴要去推动的目标。过去20几年，其实从安倍一直以来一直想做这件事情，但当时呢，日本这个自民党它长期的执政伙伴是公民党，那公民党大家也知道，它背后是日本的这个核心是日本的创价学会啊，是一个非常重视和平价值，而且对大陆也比较友好的一个政党。但是在今年这个自民党的内部的政局重组当中呢，高市上台，公民党没有办法跟高市合作，所以换成了偏右派的维新会。那维新会也是要修宪的，也是跟这个高市一样，是一起要这个解除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桎梏的。所以在2个右加成之下，日本这个狂飙途径啊，或者是说在这个解除战后枷锁上越走越远，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非常忧虑的一个前景。哦，怪不得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日本是正在爆冲的阶段。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如果说接下来要进入到新冷战的话，恐怕就不会像过去传统的冷战做法哦。现在走的当然是 AI。好，我们来看，这是 AI 的新冷战开打吗？美国这边建立了一个 X 小组哦，我们等一下带大家来看是什么。好，我们先看中国，其实在5G 跟自动化、还有监控技术以及极音速武器上面哦，是急速的在超前。好，但是一般认为说美军开始陷入了落后，那五角大厦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啊，所以一旦跟中国大陆这边开战的话，美国可能就会居于劣势，甚至是战败。好，所以在美国国防创新实验单位DIU 就被称为是 X 小组，他们将矽谷最尖端的商用科技送进了美军的最前线。好，当然就是有所准备因为自知自己现在是一个落伍的状态。好，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巨擘林毅夫他是前世界银行的副行长，然后他呢就讲说，美国想要利用在金融科技上的优势来压制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市场对美国科技业而言也是一个生死攸关，因为老百姓也需要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好，所以呢，当然就是
鸡生蛋，蛋生鸡的概念哦，两个都很需要，但是两个又彼此无法脱钩，但是另外一方又很想超前另外一方，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在竞争又合作的状态。好，中国大陆完成了第一阶段6G 的技术试验哦，就说掌握了300项的关键技术。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画面哦，这个是紫金山实验室哦，最近完成了一项实验，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台设备以恒定节奏持续的颠动着的乒乓球。好，这小球可以长时间的规律以圆周的方式来进行跳动，那仿佛被无形丝线来精准操控。那说这是全球首个面向6G 的时延有界、确定性无线来接入的一个演示系统。那整个过程哦，这是完全靠6G 的网络在进行控制。所以大家就说了，从4G、5G 哦，到现在有6G 的技术正在试验，而且还是中国这边正在完成当中哦，所以也让大家蛮惊艳的。好，那美国媒体也调查说，其实中国的 AI 模型已经越发成为了矽谷产品技术的基石。这是 NBC 报道说，包含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开源 AI 模型哦，凭借着低成本、高定制化，然后强隐私保护，还有完善的开发者生态等优势。那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说，美国继续走封闭的路线，到底还是不是正确的好，那美媒也调查说，现在整个状况呢是正在觉醒当中，也就是中国大陆急起了在往 AI 这边来直追。那百台的人形机械人也是列队，好，但是有遭怀疑是假片。好，到底这个是多么厉害的装扮？你看这现场画面很厉害哦，是中国机械人公司优必选发布的影片哦，有数百台的 Worker S2 人形机械人哦，是整齐的列队在仓库当中。好，机械人齐齐转头，又挥动手臂，而且列队的进入到集装箱。好，这样子非常的盛大，也非常的令人震撼。不过，这个美国机械人公司的这个创办人这个布雷特说，他觉得很难相信啊，所以他立即发文就暗示说，这段影片一定是电脑生成的。好，观众朋友，您觉得呢？好，因为现在这个假讯息比较多，所以他有这样子的忧虑。但是这个优必选马上就回应他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无人机来拍摄影片，附上了原始音频，而且配文说，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一镜到底，原生元素大揭秘。好，就是要打脸这个布雷特说，这个不是 AI 这是真实的要看清现实。好，那我们看到智农业的机器人1:20这是香港的一个公司创始人也特别讲说，机械人主力在采摘芒果、柳橙跟酪梨等等，那每日工作量可以1人抵20人。那机器人采摘动作可以控制，那果损也溢在10%以下等于农民多收了10%价格也不一样了。好，我们刚刚也在讲说，如果机器人未来可以运用在长照上面，或许也是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再看中国大陆现在的神舟无人状态已经返地球了，这个成为了微博热搜的第2就是说中国人在太空粮仓多的超乎想象。好，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么多天的吃饭对他们来说是9牛1毛，没有什么问题。说4只实验小老鼠经过2周的超长加班，后来将太空员的食品水还有豆浆喂给他们，他们也回来了，是非常健康的老鼠。好，另外神舟20号将与太空人维修受损舷窗后，以无人的状态来返回地球。因为这几年来这个空间碎片的数量激增，然后在轨运行的这个航天器、人造卫星乃至航天员的生命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好，所以初步研判这个空间碎片的尺寸应该不到1毫米。好，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办公室发言人则说，这神舟20号会在太空人对受损舷窗进行防护之后，就以无人的状态来返回地球。好，那中国大陆明年也要发射叫做星眼星座，协助卫星躲避太空碎片。那这部分会将协助躲避，然后以免卫星之间的撞击好，那因为太空产业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不过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也正在运行当中，所以它的阶段是非常多不同的领域都在急起直追，所以也让大家真的是叹为观止。好，我们先问亮哥，这个 AI 中国用完全不同的模式在发展那本来美国完全没把它看在眼里因为美国是这样它用资本密集嘛，它不是有7姐妹吗募集大量的资金，
然后去做最高阶的芯片啊，然后呢，在那个操作上让它的耗能降低啊，然后就盖了各式各样的数据中心。现在全世界 AI 的数据中心有45%在美国，因为它卖给全世界嘛，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啊。那他一直以为他这套是无敌的啊，那没想到中国大陆用另外的方式发展啊。中国大陆是这样啦，就第一个，它的演算法，它首先证明它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做训练啊。像最近那个 Kimi Pro 只要460万美金呢，那已经打破记录了啦啊。那这个美国就想不通啦。那第二个更重要，它是开源模型，那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它是开源模型，所以它的大模型可以卖给所有的公司。让你自己在你的公司写程式，结果美国啊，就有一些公司觉得，我买中国的大模型回来，我自己写我的程式啊，我为什么要买那个又贵又贵的要死？越来越多啊，最近购买的叫 Airbnb 那家全球最大的民宿集团，他就买中国的大模型。然后他自己写程式 ，CP 值高嘛？连美国都这样，你就可以去想象东南亚。东南亚几乎一面倒都买中国的啦。为什么？因为便宜啊！你买进来演练模型又便宜，又是开源模型，那你可以自己公司守密嘛。所以美国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怀疑啦，说美国都用闭锁模型，到底对不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OpenAI 没有办法改了啦。就看谷歌要不要改啊？因为他现在用 TPU 在跟他对着干嘛啊？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会完全颠覆美国原来的构想。那美国另外一个叫做操作能耗越来越低，所以你如果不用它的高阶芯片，你的电力你会受不了。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电力就很受到挑战嘛，所以赖清德不得不偷偷说核三要恢复啊。中国大陆就刚好是一个不缺电的国家，它虽然能耗高，它平均能耗比美国的 AI 能耗大概增加30%，可是它国家可以补贴，因为它的电力够啊，所以它就可以撑过这个阶段。所以我跟你讲，它完全是用不同形式在竞争。那中国大陆因为它大模型便宜，应用场景又多，因为它的工业占全世界35%。所以就逐渐累积了，这叫蚂蚁雄兵了，就慢慢往上累加哈，让美国感受到压力，这样。好，赖老师怎么看？科技这种东西哈，是内行的或者高手，他们可以预测，而且可以非常准确的预判未来的发展趋势啊。刚谈到了 AI 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主张是闭源的啊，一个主张开源的，而中国主张的是开源的方式啊，就跟美国形成两个体系的一个战争。这两个体系的战争，当时的很多科学家就预估中国大陆会赢，美国会输，因为美国的闭源的这个体系变成他想要垄断，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我要掌控、垄断整个世界。可是你要想，每一个国家，不管是美国的盟友或者非盟友，他为什么要被你掌控？他不想再像过去一样，你看我们在微软这个作业系统，我们被依赖了嘛？我们的手机通讯系统 Android 系统，我们变成依赖了啊，我们都变成依赖。依赖以后，你就变成完全被他支配了。所以很多的国家他不想再被依赖了，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他也不想再被美国人完全支配。这个就好像 GPS 定位一样嘛。当初欧洲就是因为依赖了美国的 GPS， 觉得好用。结果等到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战争的时候，美国人把当地的讯号减弱跟关掉一部分，造成整个欧洲的整个空运系统、海运系统、陆运系统大乱。欧洲人才发现他完蛋了，他才要发展伽利略计划，一样的逻辑。好，那你想，中国大陆走出开源的时候，就是说很便宜，你们来自己写程式，不用依赖。那美国刚开始是全力打压。美国打压的时候，你看欧盟最后还是选择这个 open 的，啊，虽然他们没有明白的说我支持中国，但是你就中国人做这个嘛，所以他偷偷的就买了，东南亚偷偷买了，
然后你看，连美国的企业也都偷偷买了，对，那就代表什么？这个决战的态势已经出现了，就是大陆在这部分赢了。另外，我们刚刚讲到，你刚刚提到是6G，美国当时就是因为5G缺席了，他紧张了，因为他们懂嘛，他懂了，他5G缺席他没有，那中国大陆华为已经出来的，他怎么办？而且5G它会影响到远端的工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台湾，假设我今天啊，例如说我们很多讲说研发在台湾，生产制造在深圳，但问题就是过去你没有5G的时候，你在台湾研发出来了，你本身你的工程师还要飞到深圳去，然后再去修改，然后再去操作。可是它5G以后可以远端控制了，因为它的 gap 很短。可是现在6G 来的时候，它更没有这个问题了，无时差了。那你想想看，6G 时代来临。现在对美国人来讲怎么办？他阻止不了的，这代表什么？打压阻止的方式没有用，倒不如合作。那现在美国错时机了。对，确实哦，这个关键的时间哦，已经都错失了。何谦老师，是，我想谈一下这个神舟无人飞船这个事情啊。其实，从太空的角度回看我们地球上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有时候看是有点无奈啦。因为如果从太空的视角看，大家都是地球人，我们都活在一个这个是上帝视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们讲到神舟无人状态，神舟20号要无人返回地球呢？其实是跟上个月的一个小的事故有关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在11月5号，原本神舟20号飞船是要载着他3名的这个太空人回到地球，但是在11月4号，他们临出发前，在做最后的准备跟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舷窗上面怎么有一个小小的裂痕。后来就判定应该是被这个太空的这个微粒的碎片给击中。那虽然这个东西呢是在紧急预案当中的啊，就是说本来也预料到可能会有小概率的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当时经过他们空地联合啊，包括这个地上的这个中国航天集团跟天上的太空人，大家研究商讨比对这个成像之后，就发现说，那为了太空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着想，所以就决定不用。这批人就不用神20的那一艘太空飞船回来，而改搭原本在10月31号刚刚射上去的神舟21号的那个飞船啊，就把这个神20的组员给载下来，所以这也被大陆网友就叫做太空改签啊，等于说换成了这样的一个从20号换神舟20号换成神舟21号下来。那这个当然也很不容易，因为21号的人也已经上去了，就是当时空间站有6个太空人同时在这边。那如果神20的人搭了这个神舟21号下来地面，那上面那3个人怎么办呢？所以大陆必须在短短的16天内紧急再升空神舟22号的这个这个飞船到天空上去。那当然这个作业就非常的紧锣密鼓啊，而且大陆也就决定说，那神22号上去的时候呢，就采用了一个无人直飞的方式，所以这也是大陆的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发射38次以来第一次启动这个无人载运啊，第一次启动这个紧急应急状态的无人载运。那这个也就跟大陆这个航天系统当中一直载人航天工程当中一直有一个原则，叫做发一备一，就是我打一艘飞船上去的同时，如果是载人航天的话，我同行的太空舱跟同行的火箭必须有一个在地面上随时准备，来预防像这次发生的这种紧急事态发生。所以它就大幅的，就是是在一个很紧张、很紧急的状况下，在16天内完成了这个发一备一、滚动备份的这个试射。那同时呢，这个大陆的这个太空站啊，大陆空间站呢，也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双船并靠的能力，所以它也就能在神20号就是故障被那个舷窗被打出那个小裂痕的那一艘还在上面的情况下，它另外一艘太空救生艇上去的时候，它才能2艘都一起连接到它的这个太空站。那